美国作为目前唯一的超级大国，近些年也算是日益衰败，新冠疫情和换届都是波澜重重，如今更是在接二连三坏消息不断时还能管闲事，这又究竟是垂死挣扎还是手有余力？继2020年全球疫情之后，2021年全球再次迎来多事之秋，首当其冲的就是美国。日前，美国外交官刊文表示，美国走向衰败时局已定，特朗普时代就是其中的加速器。这篇文章虽然没有提及现如今的拜登，但是从这位新总统上任这么久的种种动作来看，或许还是个加强版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军事实力强大，经济增长，意志清明，民众心齐，才是一个国家真正强大起来的标志。而美国如今做到了几点呢？而且不仅没做到，还一堆坏消息接连而至。首先，美国如今国内分化的十分厉害，特别是上任总统虽然之后看似没有什么动作，但是危机从来都不在明面上。最近美国军事力量就直接遭到了怀疑，先是 F-35战斗机频频爆出不好的消息，比如有近900个软硬件推荐无法弥补。最近又是飞行员吐槽 F-35令人失望，触屏不能用，语音识别无效。再有五角大楼紧急召集3所高校专家连夜分析为 F-35查找原因。然后是 F-22战斗机14年升级的都成了废，现代化设备依然不过关，信息化战斗手段几乎等于零，空军2大作战神器都遭到质疑。要知道，军事力量作为国家强大与否的重要资本，这个受到怀疑，也就代表了国家军事实力开始下降，而且一旦质疑的人多了起来，人气必然涣散，一些人就此开始有了机会跟你合作。而且这么美军士兵就是不能操纵成功。近期陆军院如今再次爆出8枚火箭9颗事件的消息，这一看对军军种真实情况早已是不堪。再说美国也算是出现风头，自己人出来宣扬，在2021年美国经济将全面回升，并且增长。然后美国是又说，2020年美国经济缩减4%，并且在2021年就失去了增长动力，外交也是更糟。自2020年以来，外交气候在台海、北海多个领域明显不同。虽然没有直接不好，但是其中也是主要的。之后美国的出现，美国虽然还是想靠中国的事儿，并没有打算消除现在美国在全球面临的各种问题，还一副打算继续点火的态度。美国真是看自己乱糟糟的，就打算再用老招，外部矛盾转移内部视线，继续垂死挣扎一下。但是这简直可笑，老招虽然好用，但是用多了也只能成为烂招。如今的美国，不管是表面还是内在，全都腐烂不堪。而且经过短时间的严厉冲击，美军这回下坡路是走定了。近日，社交媒体上流传出一个大瓜，俄罗斯一位博客作者尤里科瓦斯基准备在油管上上传一些视频的时候，竟然被警告了。油管为此提示他必须向版权拥有者提交申请才能上传。于是这位作者开始寻求原因，找来找去，源头竟然是因为其中的配乐使用了美国持有者的版权。最重要的是，这个有着版权纠纷的配乐竟然是俄罗斯的国歌。这一下，俄罗斯网友们开始不干了，我们俄罗斯的国歌怎么就成你美国的了？于是就开始想弄清楚这究竟是个怎样的情况。最后居然发现了一个不得了的事情，俄罗斯相当多的文化遗产很多都被美国众多公司直接私有化了。据悉，这次是美国一家音乐公司提交了许多苏联时期的音乐作品，并且注册为私有作品，例如胜利日和圣战等。还有其他一些公司瓜分了很多苏联时期的演员演唱的歌曲，而这场抢劫竟然是早几个月前就开始了。美国的这一波操作真的是绝了，脸皮都干脆不要了。想想，如果是中国当年的著名歌星邓丽君等人的歌被抢了，那就真的是气血上涌，要气炸了。所以这次俄罗斯网友也是极为愤怒。国歌作为一个国家的象征，美国公司这回做的事儿绝对不能被原谅。而且这个强盗逻辑如果行得通，那大家干脆都抢先注册版权，就可以直接把别人的东西占为己有吗？这不得不让人想到当年中国的遭遇，比如说中秋节，这虽然最后解释了是误会，但是为什么会被误会？不就是因为十分相似，甚至韩国的这个中秋节也叫秋夕节，是从中国的中秋节上演变而来的。
而且和中国还不一样的是，歌曲版权和文化申遗区别可就大了。曲子有调，只要撞了音，那就可能有版权纠纷。所以这一次，美国直接把音乐的版权给注册了下来。那么俄罗斯以后只要把包含了自己国歌的视频放在互联网上，就有可能被美国警告侵权。当然，目前这件事儿还只是在俄罗斯媒体上慢慢扩散，最后这件事情究竟是不是真的，估计就要看俄罗斯官方辟谣了。不过依个人所见，这件事儿80%是真的。按照俄罗斯这位博主所说的，那么能够构成侵权，必然是使用了重合度最少 50% 的音乐。而俄罗斯的国歌，谁会去和他使用同样的调子？再说的严重一点，这件事儿就是美国蓄谋已久，从文化开始侵占，最后一步一步蚕食俄罗斯社会，把俄罗斯气得一气升天，就能直接捡便宜，从内部攻破俄罗斯的强力军事防护。美上将称，由于中俄打核战争的可能性，美国将不排除动核。为何他要这么说？据华盛顿时报报道，近日美国海军上将查尔斯·理查兹在杂志发表的文章中呼吁，美国需要考虑与主要对手爆发核战争的可能性。美海军上将表示，在过去冷战时期，核战争的可能性一直存在，而冷战结束后，对于核战的讨论度已经下降了不少。然而如今局势正在朝着一条可能与俄罗斯或中国进行核战争的道路发展。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中国与俄罗斯在核武器与常规武器方面有很大的进步。近年来，中国在高超音速武器方面已经取得了领先的地位，像全球首款正式列装的高超音速导弹东风17就是中国的。这款导弹被认为现有的导弹防御体系无法将其拦截，而俄罗斯方面也在反卫星导弹的发展上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此外，俄罗斯本就有庞大的核武库，而中国也在积极扩展自己的核力量。预计中国的核弹头将来会成倍数增长，未来10年可能会增加1倍。此外，在核载具上，中国接近完成一架新型远程轰炸机的建设，中国3位一体的核打击能力将更加完善。另外，中国与俄罗斯对于美军在水域内的行动也采取更加积极的回应。我们知道，美军近年来经常到我国周边的海域，很明显是抱着示威的目的。不过，我们也通过加强岛礁建设以及在相关海域进行军事演习等方式来进行回应。也正是因此，美国人看到我军不畏惧战争的表现，所以有了很多想法。有网友指出，当美军的航母以及战机等常规武器越来越顶不住中国的发展时，趁着中国核武器的发展还离美国有较大差距，美国可能会赌一把中国没有完全摧毁美国的能力，重新回到核威慑时代。美海军上将妄言不应排除对中俄动核，也只是体现如今美国在针对对手时用常规武器愈发感到力不从心的心理。尽管我们都知道，一旦开启核战争，其后果将会如何，但是对于美国而言，只要自己处于不利的位置，什么规则都可以无视的。近几年，随着美国不断退群，美俄之间的一些军控条约也陆续受到牵连。像美国已经退出了与俄罗斯签署的中导条约以及开放天空条约，连限制双方核武器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也一度岌岌可危。美国一直想把中国纳入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中来，但遭到中国的严词拒绝。不过，随着美国总统的换届，美俄延长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出现了新希望。也正是在这个时候，美海军上将抛出可能进行核战争的言论。不知道他是反对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的签署，还是为了给美国的谈判增加筹码。